近日，日本防卫省发出消息，称一架俄罗斯直升机侵犯了日本北海道沿岸领空。随后呢，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起飞，抵近对方飞机进行回应。这次事件的爆发呢，也再次让北方四岛成为了热门话题。随着俄乌战争的延续，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兵力也在逐渐空虚。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日本有能力夺回北方四岛吗？咱们接着往下看。近期呢，俄罗斯与日本关于北方四岛的冲突越来越剧烈了，各种摩擦冲突不断。日本防卫省31号称，一架据信属于俄罗斯的直升机侵犯了北海道根室半岛沿岸的日本领空，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起飞进行应对。防卫省表示，这架直升机来自北方领土方向，尽管日本从地面向直升机发出警告，称直升机已经接近日本领空，但该直升机呢并没有改变航向。于中午12点44分左右进入根室半岛海岸附近的日本领空，随后向东飞行。为此呢，日本战机紧急起飞应对了。虽然最后这件事情呢以日本的抗议结束，但双方之间的火药味却是越来越浓了。再加上俄罗斯当前大部分军力又深陷于乌克兰战场，光是远东地区的部队都被抽调了不少。近日呢，日本研究员发现，俄罗斯正在将部署在北方四岛等争议地区的装备撤出，转移到乌克兰战场。这一结论呢，是通过美国的 Maxmeyer 公司的卫星照片后得出的。卫星图片显示以前俄罗斯部署在萨哈林岛的坦克和火炮相继消失了，而原本部署在北方四岛附近的 S-300V4 导弹也逐渐撤离。这代表着俄军正在搜集一切可以用于乌克兰战场的武器，也证明了俄罗斯现在的处境。乌克兰战场上的弹药和武器已经出现了短缺，为此才不得不调动远东地区的武器和军队前往支援。而在此之前呢，已经有很多关于俄罗斯武器产能不足的报道了。几个月前呢，普京更是公开承认俄军武器装备短缺的问题，来鼓励工厂加速生产。而日本方面呢，又和俄罗斯有着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特别是在岸田文雄上台后呢，不但对争议岛屿格外关注，还喊出了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这个口号。在和平时期，以日本和俄罗斯的体量差距，让前者呢只能慎重对待领土争端。但一场俄乌战争改变了一切。现如今呢，俄罗斯的注意力已经被乌克兰牢牢牵制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果这时候日本会去主动进攻北方四岛吗？毕竟日本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其军力已经十分不错了。在岸田文雄上台后呢，除了继续强化自身防卫能力之外，还加强了对敌打击能力。除了在西南诸岛等地区部署导弹，还引进了大量美国的战斧导弹等远程武器，其在2024年的军费预算更是高达 7.7 万亿日元，其军事实力增长恐怕会越来越快。那么倘若日俄之间真的在北方四岛问题中爆发冲突，双方究竟谁能更胜一筹呢？如果单论北方四岛问题，那么大概率是以两国海上力量的对决为主的，因此海战将会是主要的战争表现形式。这里我们可以拿日本的海自和驻扎在远东的太平洋舰队来对比一下。毕竟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俄军呢一时半会儿恐怕也抽调不出来其他舰队来参战。太平洋舰队曾经是苏联与美国争霸大洋的主要力量。80年代中期，苏联太平洋舰队所拥有的战舰总数占到了整个苏联海军的 32%。在鼎盛时期呢，装备了100艘主力水面舰艇、120多艘的潜艇和800多艘的其他舰只。例如著名的明斯克号航母、新罗西斯克号航母都属于太平洋舰队，数量是绝对的主力。在苏联解体之后呢，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主要家底。在地缘格局方面，俄罗斯依然没有改变，四大舰队需要各自为战，尤其是位于远东地区的太平洋舰队。但进入到90年代以后呢，由于经济疲弊，俄罗斯鞭长莫及，已经无力发展太平洋舰队了。因此在主力战舰方面呢，日本海自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差距很大。毕竟是由于经济原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近30年来，不仅新增的大型战舰寥寥无几，仅剩的数艘现代级和无畏级驱逐舰也面临着严重的老化问题。目前算上瓦良格号导弹驱逐舰，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7000吨级以上的大型舰艇总共也就只有1艘光荣级、1艘现代级、2艘无畏级。至于护卫舰编队，得益于俄罗斯造船工业的复苏，13艘导弹护卫舰的规模也还算看得过去，就是其中2/3呢都是900吨级的1124型小型导弹护卫舰。而且大多舰船呢，在武器装备、雷达设备、电子系统等诸多方面已经明显滞后了。至于舰队的防空能力也不乐观。在去年12月，太平洋舰队最后一艘956现代级导弹驱逐舰退出现役。俄太平洋舰队现在唯一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军舰，就只剩下瓦良格号巡洋舰一根独苗了。而瓦良格号呢，和此前被击沉的莫斯科号是一样，同为1164级光荣级巡洋舰。虽然拥有16枚巨大的 P1000 火山岩反舰导弹，反舰能力看似强大，但面对有着金刚、爱宕、摩耶等共10多艘宙斯盾驱逐舰的日本海自，这些巨大且落后的反舰导弹突防几率十分渺茫，它们发射出去大概率会被标准系列导弹悉数拦截。此外呢，瓦良格号也与莫斯科号有着同样的问题，即雷达、电子设备、防空导弹都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尽管前者在雷达导弹的技术水平上要比莫斯科号高出一些，装备了 MR750 顶板对空对海搜索雷达和 48N6E 中远程舰空导弹，但依然不能改变该舰已经落后、不适合现代化战争的客观事实，其防空能力现在看来同样拉垮。面对和海王星类似同为亚音速的海自12式或者鱼叉反舰导弹，情况不会比莫斯科号更好。何况自卫队还装备有空射型的 ASM-3超音速反舰导弹，对防空拉胯的瓦良格号无疑是更大的一个威胁。至于另一边的日本海自，以1991年金刚号宙斯盾舰的下水为转折点，越来越多大型作战舰艇的服役，使得日本海上自卫队近30年其实正在变得越来越全能，攻击能力也越来越强。造船业的强大与否和海军强大呢有着很大关系。这方面呢，日本毫无悬念的是领先着俄罗斯的。自新世纪以来，日本建造了10几艘新锐战舰，相比之下呢，俄罗斯就逊色太多了。前段时间刚刚在太平洋舰队服役的20380型护卫舰，总排水量只有2200吨，和日本海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除此之外，日本还服役了自己的直升机母舰，拥有一定的远洋航空作战能力。而俄军呢，自从2艘基辅级航空母舰退役，俄军的远洋航空作战能力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本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和卡52武装直升机的搭配，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多少补充一点太平洋舰队的航空作战能力，奈何项目最终是因克里米亚问题而告吹了。而日本海上自卫队对海自军事领域的建设一直都十分重视。日本海自现役全部舰艇数量是160艘，其中主力舰艇数量呢在80艘左右。这些军舰普遍排水量大，战斗力强悍。在2010年之前呢，日本海自长时间以来都是亚洲最强大的海军，目前水面舰艇的总吨位接近50万吨，远超俄海军。当前呢，日本拥有2艘出云级闪电航母，标准排水量呢是2.7万吨。除此之外，日本还有2艘日向级大型直通甲板直升机护卫舰，满载排水量1.9万吨，可以起降 MV-22鱼鹰和 V280勇士轻转旋翼机。至于那3艘大鱼级运输舰，由于是全通式甲板构型，舰岛位于右舷，其功能呢也类似于2栖攻击舰和轻型航空母舰。满载排水量14000吨，可以起降 MV-22鱼鹰和 V280。在主战舰艇方面呢，日本是以4艘金刚级、2艘爱宕级和2艘摩耶级宙斯盾舰为核心，以及34艘朝日级、高波级、秋月级在内的大量性能先进的通用驱逐舰和导弹护卫舰为基础。虽然这些通用护卫舰在综合作战能力方面不如现在的宙斯盾战舰，但反潜能力非常强大，都可以搭载直升机进行大范围的反潜作战。而在这一众军舰的加持下，日本海自不仅兼顾了区域防空和对海反舰、反潜的能力也首屈一指，在整个世界呢都是非常强大的配置。其反导防空火力密度远超欧洲的盾舰，是全世界盾舰数量第3多的国家，可以对敌方发射的洲际、远程、中程和短程弹道导弹以及反舰巡航导弹进行拦截。
当然，虽然现在水面力量方面，太平洋舰队并不能和海自抗衡，但他们还有不少水下力量和强大的远程打击能力。毕竟，水下作战力量一直都是俄罗斯海军的王牌。其中呢，太平洋舰队拥有2艘北风之神和1艘德尔塔3型战略导弹核潜艇，5艘奥斯卡级巡航导弹核潜艇，4艘阿库拉级攻击核潜艇和9艘基洛级常规潜艇。不得不说啊，即便是到了如今，俄罗斯的水下潜艇部队依然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而这些核潜艇大部分都可以发射72枚口径 NK 巡航导弹，或者郜玛瑙反舰导弹。未来也可以兼容反舰导弹，远程打击手段较日本来说是明显更强的。而且我们都知道，俄军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冲着武库舰去设计的，在火力方面十分恐怖。比如说此前的莫斯科号。除此之外呢，俄军这些年服役的那些轻型的20、380、381这些吨位虽小，但均被见缝插针式的装备了一组 3S14通用垂发系统，可以兼容郜玛瑙这种远程反舰导弹以及口径NK 巡航导弹，具备一定的远程反舰和纵深打击能力。此外呢，太平洋舰队还有5艘 949A 型巡航导弹核潜艇和若干971阿库拉级攻击核潜艇，均可以发射巡航导弹，远程打击手段较日本海自来说明显更强。只不过在聊远程打击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个现实的问题：俄罗斯的导弹够用吗？特别是在俄乌开战后，俄军在这场对乌军事行动中呢，导弹用的已经太多了。现在的俄罗斯还剩多少导弹能打海自，还真不好说。而且呢，如果是面对海上宙斯盾驱逐舰加标准系列舰空导弹、陆上爱国者3等先进防空系统构成的防空反导网，俄军有限的导弹又能有多少突防成功呢？毕竟啊，日本以金刚级为代表的宙斯盾舰和重反潜的通用驱逐舰，设计之初的定位就是应对来自苏俄海军的大型反舰导弹饱和攻击，以及苏俄海军规模庞大的水下潜艇舰队在日本海的游弋。至于在潜艇方面呢，日本受限于战后条约不能发展核潜艇。俄罗斯海军虽然穷啊，但在核潜艇方面却是舍得花钱的，比如北风之神级战略导弹核潜艇。另外呢，日本的常规攻击型潜艇和俄海军的核动力攻击型潜艇相比，虽然在续航力、潜航深度、吨位等硬指标方面比不过后者，但在信息化、自动化方面却要超过俄军。当前，日本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规潜艇部队，其潜艇长期保持22艘现役潜艇、16艘预备役潜艇的规模，其实力是不容小觑的。当然，之前也有人传言称啊，日本潜艇服役16年就会被提前退役，进入封存状态。一旦战争爆发，海自的水下力量将会爆发式增长。但大兵查阅了日本潜艇的退役处理之后啊，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例如日本的春潮级潜艇一共是7艘，目前是全部退役。春潮级1号舰春潮号是1990年11月30号服役，2009年3月27号退役。首艘舰春潮号退役后呢，日本计划是每年退役1艘春潮级潜艇。春潮级最后1艘招潮号经过改装，服役时间多了1年，其余潜艇均是服役19年。而在这些潜艇退役后呢，都被报废处理了。毕竟潜艇这个东西啊，退役的时候基本就是等于落后了，它的噪音和现在的声纳系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各国反潜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封存的潜艇被拉出来后还能发挥多少实力并不好说。而且即便是没有报废重新起风，日本还需要为其配备足够的兵员、维护人员以及开通船坞维护。这么下来啊，成本其实已经很高了，还不如多造几艘新的。而且现代战争打的是立体作战，俄海军的水下力量再强大，没有强大的水面舰队做保障，其潜艇也会成为对方反潜机猎杀的目标。考虑到日本海自拥有世界一流的反潜能力，缺乏水面舰艇和空中掩护力量的俄军潜艇部队，恐怕也不能给太平洋舰队带来太大的优势。当然，以上说的这些啊，都是俄日之间的常规军力，并没有将俄军的非常规武器算在内。毕竟，如果俄罗斯真的不管不顾，祭出大杀器，那日本啊确实是无法接招。这就是为什么日本迟迟无法夺回北方四岛的原因。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